欢迎来到黎春正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浮屠缘，面对腹黑又温情的肖掌印，为什么越看越上瘾？浮屠缘播出过半，大家也在追剧的路上越来越觉得这剧很上头，有时又觉得这剧没古装电视剧《苍兰诀》火，可为什么还在锲而不舍的等更新，求加更呢？是因为腹黑又温情的肖掌印，是因为肖不活的梗很好磕，还是因为疯魔了的荣安皇后和皇帝？天选萧铎。我想剧组当时在选王鹤棣出演男主角时，看中的应该就是他身上那股霸气和纯真并存的反差感，因为这恰恰对应着萧铎这个人物的一体两面。从一开始，萧铎作为昭定司掌印的狠毒进而拿捏的死死的，而后面和步阴楼小两口腻歪，进而又把甜蜜美好的一面更多的呈现给大家。这个剧越来越讨喜，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剧情从一开始就让我们明白这部剧不会是悲惨抑郁的设定，相反步步都有惊喜，处处都有温情。萧铎、步阴楼前往西蜀，入锦官城，两个人一起出去吃西蜀地道美食，操着一口似是而非的当地发言，吃起东西来稀里哗啦，像极了我们这些凡世俗子去外地旅游逛夜市的感觉。然后是步阴楼喂狗，萧铎喂步阴楼的画面，搞笑中带着温馨。萧铎在入关文帖上化名步芳江这一细节，被不少眼尖的观众捕捉放大。在古代有女子冠夫姓这个传统，即使他当时没办法跟步阴楼比肩而立，但仍然偷偷的从名义上跟他成为一家人。此刻萧铎的少年气带给我们满满的动容，这不就是青春年少的悸动吗？这还是那个权倾朝野、阴郁狠毒的掌印大人吗？突然想到王鹤棣在综艺节目中《你好星期六》的表现，上来的是一个霸总，跟秦霄贤两个人的互动简直绝了，让人笑得肚子疼。王鹤棣内心深处的少年纯真的气质，就好似看到剧中人物走出画面。人间清醒步阴楼。起初，我们都不太看好陈钰琪的演技，有个词叫渐入佳境，感觉陈钰琪配得上这个词。他的瞪眼睛配上那些从他口中说出来的虎狼之词，毫无违和感。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步阴楼和萧铎是谁先动的心？思来想去，感觉还是分不出你我。我想这就是这部剧的精妙之处吧。说好的互相救赎就应该是这样，女主不会傻白甜，男主也不会不堪一击。步阴楼活出了我们这些生活中的普通人最想拥有，也最该拥有的清醒。这部电视剧是由游四姐所著的作品《浮屠塔》改编而成，原著中的步阴楼和剧版相比，没有这么洒脱和睿智，相比之下更随遇而安一些。有兴趣的朋友看一看原著，对比一下。步阴楼的自强自立是一种境界，按喜欢的方式去活，不内耗，又能在面对突发变故时适时改变状态，不用管对与错，结果如何，他都能承担后果，然后大步流星的向前走，把剩下的交给上天。接下来大家都知道了，害死萧铎弟弟真凶是步阴楼的父亲，这又把剧情引向了另一个剧烈的冲突点，步阴楼和萧铎的感情会向怎样的方向发展？我们可以相信，即使到最后，因为种种原因，萧铎真的离开了他，皇帝也对他耗尽了耐心，他依然能在后宫找到生存下去的方式。他不会怨天尤人，而是该吃吃，该喝喝，叶子牌打起来，活得风生水起，
这就是自强自立的人格带给他的底气。不阴楼身上有我们向往的生活状态，敢爱敢恨，敢于面对自己的内心。一开始发现自己喜欢上萧铎，便不会纠结他是不是个宦官。与其说萧铎遇见不阴楼能放下仇恨，不如说不阴楼这个人拥有化风雨为阳光的力量。同这样的人生活，你会发现这世间万物可爱，人间值得。3. 爱而不得变成魔。萧铎在顶替死去的弟弟进宫后，便一心为弟弟复仇。他攀附的是不受宠的荣安皇后，时间久了，荣安皇后渐渐把萧铎引为知己，而萧铎也一路摸爬滚打爬到了昭定司掌印的位置上。萧铎在顶替死去的弟弟进宫后，便一心为弟弟复仇。他攀附的是不受宠的荣安皇后，时间久了，荣安皇后渐渐把萧铎引为知己，而萧铎也一路摸爬滚打爬到了昭定司掌印的位置上。也可能是这深宫高墙里的寒冷总会让生活中在这里的人寻找一处温暖，哪怕是再冷血无情的人，所以荣安皇后在对萧铎爱而不得时，才会疯魔。高高在上的荣安皇后，在前任皇上死后，只留下百孔千疮的躯壳，只是心存净土的萧铎本质上就看不起这位皇后，他的这片净土不允许任何人沾染。何润东饰演的皇帝慕容高拱，福王，反差最大。这个从给侍卫下跪，磕头如捣蒜的灯笼王爷，一夕之间变为稳坐天下，睥睨众生的皇上。他到底爱不爱不阴楼？他为什么会爱不阴楼成魔？仅仅是那个黑暗中点亮的灯笼。在慕容高拱这个所谓的爱情里，主角就一直是他自己，他给自己演绎一场爱恨情仇，困在局里，不肯给自己退路。他的爱输给了一个宦官，因为他不知道，爱一个人是给对方想要，而不是求而不得变疯魔。4是我只皈依你。萧铎说，世人都知道我救了你，其实不知道，是你救了我，直到遇见你，是你渡我出绝路，我只皈依你。是啊，兄弟已死去，家人是鲜活的，仇恨是痛苦的，有你是甜蜜的，深宫是黑暗的，阴楼是明媚的。我们跟这部剧同悲同喜，不是剧中人，却深陷剧中情。我们都相信，清虐共情，你我欢喜，就彼此皈依吧。感谢您观看视频。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再见。